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。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見證你這一台雅馬哈竟然期待的魔改成效。雖然外表看起來改得很帥，沒錯，但這一次暫且把重點是做在 Airyz 動力升級的部分。那麼現在就讓屏東藤田車業的偉哥為大家說明並逐一解析。好，在的動力鍵就改了一支 Moto R 的合格排氣管 ，OK， 它是合格的，然後再來就改了一台艾瑞斯的 Mini X， 哇，還做外顯了呢。对，它有改了一顆艾瑞斯的藍色電池。哦，可是為什麼它不直接不攻頂紅色呢？因為他覺得他的電腦沒有攻頂，所以他電池他也不想要攻頂。動力鍵的話，如果加電池的話，可能也要快3萬塊。3萬塊，好，對，3萬塊，看看到底提成多少匹？可以啊，準備好了嗎？可以啊，有沒有緊張？這不會，這是雅馬哈的。我們今天只有979而已，這馬力會稍低一點，會低很多。哦，這個是油土的界面。哦。Mini X 的話，它是走TPS 的油土，就是以油门為主。對，以油門為主。對，然後因為我們今天着重是 MGU 的部分，那 MGU 的話，它就有分街道模式關閉嘛，對，然後還有一般模式，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測街道模式，最凶的嘛，對，就直接攻頂了嘛，对，作動時間就一樣開到8秒。好，對。然後觸發靈敏度就是油門的觸發靈敏，我們已經開到最強。對。然後電能的話，因為這個版本它是 mini， 所以它沒辦法開到100%，它只能到80%。最大充電量。哦，充電量。對。動力輸出調整也一樣，因為它是 mini 的版本，所以它也只能到80%。嗯，對。好。OK。我把月收了。的馬力的話，因為我們拉3趟嘛，對，然後3趟拉下來，平均值都在12.9左右。哦，對，然後如果我們從馬力圖來看，eBoost 它着重於第一下出去，它這個峰值攀得蠻高的。對啊，一開始就爆衝了嘞。對。然後那個橘色是原廠車嗎？橘色的部分是原廠車的部分，扭力其實也還好。扭力一個原廠是1.05。然後拉出來是1.16，哇哦！对，感覺就是改了那個電腦之後，它的那個曲線圖比較飽滿一點呢。對，就沒那麼多坑坑巴巴的感覺。對，它比較飽滿一點。對，所以加速會比較線性一點的感覺。對，哎呦，怎麼看這數據圖？然後我現在比較想要問的是，因為它後面從40開始，它的馬力會往下掉。對，那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做修正？這個部分的話，可能就是需要靠傳動部分，讓它的最大馬力值是定在它的軸上。对。如果是高轉要好的話，就換是 Super X 了。對。哦，是 Super X 還是 Super X？ Super X。哦 ，Super X。哦。哇，原來就感覺以日常用的話，Mini X都夠的感覺。对啊，因為那個速度街道上是夠啊。對，街道上真的是夠。沒錯，而且加上它就是155cc，155cc耶，對，就拉的比 RDS 還高，沒有啦，他這個老闆有提過嘛，就是他這個eBoost的電推，它是比較屬於短時間內去觸發的，對，那它跟光陽就不一樣。我想它是以平均值下去做計算。哦，所以其實，剛剛看到影片中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，就是它表定是8秒，可是實際上它跑完是7秒而已。哦，對 ，NGU 它也是減少曲軸的負擔，沒有錯。哦，對，
可那個曲線圖差很多嘞，它的效能比較不一樣。你沒有燃起你啊，就進戰魂。口袋不允許啊！啊，是口袋不允許啊！口袋不允許。是嗎？哦，好，原來如此。對，好。不行，來都來了，一定要喚醒阿友的近戰魂。這是近戰6代，它曲線很漂亮哎。對，它改240cc。240cc。對。28.45。对。帶傳。對，帶傳。哦，它是只改缸而已嘛？對，改缸，沒有改電推那些。沒有，電推沒有開。果然排槍還是王道哎。我大近戰就是在，他總不讓我失望。它的曲線跟那個曲線很像哎，就後面是平一點，基本上。應該它後面都沒有往下掉。對，它後面都沒有，因為傳動那一些都有調到它最大馬力值。所以改缸還是最終的道路嗎？對，表示近戰才是最後的歸宿。真假的？你怎麼講出這種話？就是艾瑞斯的電腦是一樣的嗎？對，一樣的。你整合起來了？对，之上嘛，這個光陽的話，這個不行，不行，為什麼？那個因為光陽它的電推它是自己獨立一個系統，它就是 ISG。对，然後電腦就是電腦，所以光陽改的話，它再改一個 MGU 嗎？還是正常來講，光陽應該只能改 ECU， 我只能改 ECU。對，然後 ISG 由光陽原厂那邊限制住。基本上，如果像 RTS 的話，它 ISG 就用賽道電推，然後電腦可以改成艾瑞斯的。對啊，就是馬力圖的油图的部分可以由艾瑞斯去控制。哦，就電推就分開就獨立出來。然後它是兩個獨立的系統。三陽的話也可以用三陽原本的就電推嗎？還是？三陽的話，它要再改一個 MGU。哦，好特別哦。對，好混亂哦，這個改來改去。每一家電推的技術不太一樣。對，哪一家最好？你覺得？都一樣好，性能取向不一樣。性能取向不一樣。OK，好。哇！目前看起來，透過改装電腦去調整燃油、點火角，甚至目標空燃比等等的設定，來進一步提升車輛性能，這個選項確實相當吸引人吶。順帶一提，目前我的 G7實際路上馬力已經可以穩定落在15匹以上，而且整個馬力平原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暫時我還真的捨不得去動它。但 RTS i65 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目前我的 RTS 已經升級了光陽原廠赛道版電推，搭配過10號鈉離子電池，甚至也嘗試過2顆頂規的鋰鐵電池，結果不論我怎麼搭配，實際路上馬力輸出就是勉勉強強落在13匹左右。難道我的 RTS 真的得靠 Ares 加持才能達到我期望的14.5匹左右的水準嗎？但如果我這台 RTS 是所謂的母車，那還有得救嗎？還是真的就不要再做無謂的掙扎了？畢竟全原廠無改的 RTS 輪上馬力水準應該落在13.8匹左右，我實在是非常的疑惑啊！還請各路前輩多多指教，為我指點迷津。Anyway， RTS 就先進入下一個階段，針對操控性開始魔改。至於動力嘛，就讓我再花點時間好好反思一下，再回頭看看怎麼拯救這台 RTS 的動力。OK，這個影片就這樣子啦，我是克里斯，我們下次見，拜。